吉普，是人没事儿的。这不是号称永不自燃的比亚迪吗？在张家口市长北高速上，一辆比亚迪方程抱抱5突发自燃，从很远就可以看到浓烟四起，开近后可以看到整个车身已经被火焰包围，应该是从车头开始烧起来的。这又不知道是谁放的火，又恰好被热心的网友拍了下来。方程豹作为一台插混车型，烧起来的火焰也是双倍效果，电池和油箱一起烧，这样才能烧得快点。目前比亚迪还没有对此事做出说明，事件中的车主也没有网络发声，应该是因为比亚迪早就把自燃从字典里面删除了，这次肯定也不是自燃，是车主私自改了线路，或者是车内放了易燃物的问题。有网友就表示，这车后的三脚架放的有点多余了，已经放烽火台，浓烟窜这么高，后车老远就可以看到，肯定不会撞上去。从比亚迪把自燃在字典里面删除，到现在的各种麒麟电池、刀片电池、神盾短刀电池、金钟罩电池，从名字上看都是要宣传自家电池的可靠性，不会自燃，让车主可以放心购买自家的车型。在昨天就有一家车企玩了个花活，不是单纯的取名字做穿刺实验，而是让车去跳大神。下面没人啊？怎么还有？最近一家车企在路上燃起一条火带，然后让车从上面开过去。这和赤脚过火堆有什么本质区别吗？这就能证明你的车不会自燃？真的很奇葩，有很多网友表示看这种实验，感觉智商受到了侮辱。有的地方赤脚过炭火，我感觉技术含量比这个还要高一点，最起码别人是真正踩上去了。这车是4个轮子骑着走的，裤裆上面还装了个钢板，中间还没有停，估计连过火都不算。这金属裤裆要是能起火，那也算你电池遥遥领先。这个品牌是启辰，是东风日产旗下的汽车品牌，也是目前看到的唯一一个把网友智商按在地上摩擦的车企，真的没有一点技术含量。那大家看看啊，你看比亚迪秦 L 啊，那10.98万版的车啊，那这就是爆胎，不是说戳到的啊。大家看啊，来看，你看啊，那画到了，那看看那一块大皮掉的了，你看见没有的了啊？你说这什么质量啊？我看没有1个月的时间，才开1000多公里哦，1100多公里哦，车子就换成这样了，爆胎的，在高上爆胎了，幸亏我们人没有什么的。啊，我们差一点命都溜到了啊！一开始说没有备胎哦，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或者免费拖车哦，现在不免费了，我们自己花了200多块钱拖下高速的，这就是比亚迪秦 L 啊，比亚迪秦 L 的车了啊！大家看秦 L 了啊，你们看到啊，这是什么呢？哄老百姓的钱呀啊！一开始卖车的时候说的好听了，现在的不问事了。这不是比亚迪工业奇迹吗？听语气，阿姨是气得够呛了。买车前什么都答应的好好的，真正出事了又没人管。在销售上，车企花的心思比实际质量要多很多。有博主就拍了一个长的影片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。你这所谓的整车终身质保，发动机都不保，你讲整车终身质保？每次路过瑞虎9这个跟前啊，终身质保这4个字就显得格外抢眼。但是你宣传的是整车终身质保，2个字的差别，天差地别。我就觉得你们这样宣传真的是不妥，不知道从哪找的团队这样宣传。今天咱就把这个东西展开，详细的给你们看一下。你的整车终身质保里边，还有一个特殊保修件，3年6万公里，一大堆东西都是保3年，啊，又不是整车了。视频可能时间有点长。你就看看现在的这些，不说了，来，
减震器前后的减震器都知道吧？减震器是什么哈？各类油方，各类油方里边有啥东西呢？你比如变速箱、传动轴的这些油方，这全都属于油方，各类油方啊。喇叭不说了，传动轴胶套是啥呢？就是传动轴这个防尘套啊，3年6万。节流阀体是什么？就是这个节气门，这玩意儿还容易坏吗？你害怕什么呢？还保3年6万。减震弹簧，减震弹簧就是这个东西，这玩意儿有个别爱断的啊，只要制造工艺达标了，不大会坏。张紧轮、张紧器各类皮带，这个呢，啊，3万啊。说实话，这个东西哈，正常质量达标的话，别说3万，是3万啊，都不太会坏的。离合器盖，离合器盖在这儿呢。离合器盖就是离合器片的，这是离合器片，离合器盖就是它，离合器压盘啊。这个东西说实话，只要不是新手，不半联动，老司机的话，就比如说出租车，这个东西手动挡的，30万啊，这玩意儿不带坏的。控制臂球头，下支臂在前面，下支臂，横拉杆球头，横拉杆球头在这儿。3年6万，轮毂轴承在这儿，这个是刹车盘，里边有一个轴承，这个就叫做轮毂轴承。减震器胶套啊，这个是个防尘套，就是减震器的防尘套。这玩意儿说白了，减震器弹簧、减震器胶套，你就直接说减震器总成呗，保3年6万啊。防尘罩，怎么还有一个单独的防尘罩？防尘罩胶套，我操，你这玩意儿覆盖面太广了。防尘罩胶套，那全车胶套都不保，都保3年6万。3元催化器，3元催化器在这儿呢，就是这个，这个车跟颗粒捕捉器集成到一体了哈。这个就是3元催化器，3元催化器保3年6万。你是对你的车燃烧有什么顾虑吗？这个东西咱说实话，正常保养、正常加油，还会堵吗？还会坏吗？氧传感器啊，氧传感器就在这儿呢，这是3元催化器上面氧传感器，这是颗粒捕捉器的压差传感器啊，氧传感器，好，再来哈，喷油嘴儿，哎，喷油嘴儿在这儿，进气支管上面喷油嘴儿，这玩意儿还会坏吗？正常加油，只要是你的汽油质量达标，还会坏吗？喷油嘴儿啊，来看重点啊！机油泵质保3年6万，机油泵就是这个，有的机油泵设计在这样，在发动机的侧边，有的机油泵在油底壳内部啊，这都属于是发动机上的东西了啊。3年6万，还有一个发动机内的，我原来都讲过，气缸垫。气缸垫啥呢？气缸垫可不是气门室盖垫，气缸垫在缸盖跟缸体的中间有这么一个钢床垫、钢头垫，我们修理行业叫钢头垫啊。在发动机机体跟缸盖中间有这么一个东西，这是在发动机机肚内部的东西啊。你这所谓的整车终身质保，发动机都不保，你讲整车终身质保？发电机在这儿啊，发电机都知道，发电机分离轴承在变速箱内部分离轴承，3年6万，3年6万。我不是说实话啊，这个东西汽车工业到现在了，分离轴承还容易坏吗？高压线，高压线就跟点轨线圈一套的，那这个也不用讲了。汽油泵。汽油泵在油箱内侧，汽油泵在油箱内。来，说实话，说到这儿我就已经完全说不下去了，气死我了。这就是你所说的整车终身质保。我想问一问，你这3年6万公里的特殊保修件里边，这些一大堆，如果把它们全去掉的话，还有什么东西是爱坏的？还有什么东西是这个车上爱坏的东西？你在侮辱谁啊？你是觉得我们汽车维修行业、汽车行业没人了是吗？
最近网上热议新能源车烧毁他人车辆的赔偿问题，这并非无端生事，而是因近期在韩国、西班牙和我国惠州接连发生了3起新能源车引发的火灾。这些火灾的共同点是，车辆在静止状态下自燃，发生在地下车库，造成巨大损失。其中一场火灾烧毁了20多辆汽车，并造成人员伤亡。相比之下，惠州的火灾损失较轻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这个安全问题。随着新能源车数量的增加，社会应高度重视潜在的安全隐患。在之前，我们频道也讨论了新能源车烧毁他人车辆的赔偿问题。影片的目的不是讨论新能源车与燃油车谁更容易自燃，而是关注责任归属。然而，仍有许多人留言说，汽油车也会自燃。事实上，火灾赔偿问题与车辆类型无关，两个问题不能混为一谈。尽管问题简单明了，新能源车引发的火灾赔偿责任并非易于解答。因此，在那个影片里面结合法律、行业和社会风气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如果发生火灾，无辜者的损失很可能无人赔偿，即烧了白烧。即使新能源车主愿意赔偿，也难以化解风险，因为赔偿可能超出其承受能力。近期的3起火灾事故再次引发了关于赔偿责任的讨论，反映出社会对此问题的焦虑。当发现地下车位旁突然多了一个充电桩，或周围停满了绿牌车时，相信很多人都会感到不安。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如果你的车停在自己的车位上，却被旁边的一辆新能源车烧毁，你该怎么办？有人可能会简单地认为，谁的车引发火灾，谁就该赔偿。那么，让我们从这里切入，看看问题是否真的那么简单。根据相关法规，新能源车因自燃烧毁他人车辆，责任分为2种情况。如果因产品缺陷导致损失，可以向生产者或销售者索赔；如果不是产品缺陷，则由车主赔偿。然而，法规的关键在于，必须首先判断产品是否存在缺陷。那么，谁有权主张产品有无缺陷？是车主、受害者，还是交警、消防、保险公司、质监局、市场监督局或厂家？法规并未明确。在确定产品有缺陷后，还需决定向生产者还是销售者索赔，这2个主体有完全不同的法律责任。如果产品没有缺陷，则需向车主索赔，但谁来界定这一点？证明产品无缺陷比证明有缺陷更为复杂，在当前人人必责的环境下，谁敢承担这个责任？让我们还原一个现实场景，你的车停在地下车库，邻居的新能源车自燃把你的车烧毁。你找到邻居要求赔偿，但对方可能会说，需先确定是否是产品缺陷，并认为这应由厂家负责。接下来，你可能需要经历漫长的等待和复杂的维权过程。大多数情况下，厂家不会承认产品缺陷，这意味着你需要做好2-3年持久战的准备。即使最终法院判定你胜诉，赔偿仍然不确定。如果车主无力赔偿，即便通过法律途径强制执行，也可能因其房产有人居住而无从下手。因此，在现行法律下，维权途径并不乐观。有人建议多购买3者险和自燃险，但这是车主个人行为，无法控制邻车的保险情况。而且，新能源车火灾波及范围广，车主可能赔偿不起。因此，目前来看，新能源车自燃引发的火灾赔偿问题，大概率是烧了白烧。如果你真的担心这个风险，可以考虑购买意外财产险，自己花钱买个放心，全当是破财消灾。你说一个特别恶心的事儿啊！就在刚刚，我在日本街头看到某国产自主汽车品牌在这做宣传，本来还挺骄傲的，觉得经过这么多年努力，咱们国货终于走出来了，真的是怀着很崇敬的心情过去看了一下。这不看还好，一看发生了2件事儿，差点没给我气蹦起来。怎么回事呢？首先，我明显感受到啊，这边销售版本无论是做工还是用料，真的要比国内销售版本要强很多。因为我有国际驾照，就申请试驾了一下，想看看开起来有什么不同。实际的行驶质感跟国内大差不差，都是那种很松垮的感觉。但是朋友们，这边销售版本无论是刹车的脚感和力度，
包括刹车时车身俯仰控制都比国内销售版本要强很多。最关键的是售价，在这边作为一个有关税的进口车，它优惠完的实际售价竟然也跟国内差不多。以上还都不叫事儿呢，最恶心的是这边工作人员看我拍了这么多视频跟照片，然后看了一眼我驾照，他问我 Korean sir， 我说 No Chinese。然后他跟我说 Sorry sir, Chinese no picture。我说 Why？ 他也不给我解释，就一直跟我说 Sorry sir, Chinese no picture。还跟我说，如果我未经品牌授权把视频跟照片发到网上，要承担侵犯商标权的相关法律责任。某些自主品牌，你真的是好样的。